在用回路电流法分析电路的时候，同样有几种特殊情况需要大家加以注意。第一种就是电路当中含有独立电流源之路。比如对这样一个电路，我们要求大家用回路电流法来进行分析。那第一步当然是选回路电流。对于这样一个平面电路，我们不妨就取它的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这是回路1，这是回路2，这是回路3。我们知道回路电流法本质上是一组 KVL 方程，也就是说我们要沿着回路的绕行方向，用回路电流把回路中所有元件上的电压表示出来。但是根据独立电流源的性质，它两端的电压是由外电路决定的，是无法用流过它自身的电流表示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独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我们没有办法用回路电流表示出来。那这样列出来的 KVL 方程就肯定会遇到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回想一下我们在前面讲叠点电压法的时候，对于独立电压源，我们是采用了增设变量的方法，也就是说，假设流过其上的电流是某一个值，那这儿我们不妨也采用一个类似的方法，我们增设一个变量，就是假设这个独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是 U， 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列写回路方程了。好，我们首先列回路1的方程。方程的左边是所有电阻上的电压降，它的自电阻是 R1 加上 R2 再乘以 I1， 它和回路2的互电阻是 R2， 并且由于现在这两个回路电流流过 R2 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互电阻呢是负的 R2 再乘以 I2。它和回路3没有公共的电阻之路，所以它的互电阻是0。那等号右边就应该是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源上的电压升。那现在我们看到已知的两个电压源是 US1 加上 US2， 但是别忘了，现在我们写出来的这个方程所有各项都没有涉及到这个独立电流源两端的压降，因此现在我们不妨把这个独立电流源用一个电压源替代一下，它的电压呢就应该是这个 U， 那现在沿着这个绕行方向，显然就应该是减去 U， 这样才正确。对于第二个回路就比较简单一些，它和回路1的自电阻也是负的 R2 乘以 I1，它的自电阻呢，就应该是 R2 加上 R4 加上 R5 乘以 I2， 和回路3的互电阻应该是 R4， 并且由于流过它的两个回路电流是方向相反的，因此应该是负的 R4 乘以 I3。那么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压源上的电压升是负的 US2。对于回路3，同样和回路1的互电阻是0，和回路2的互电阻呢是负的 R4 乘以 I2， 它的自电阻是 R3 加上 R4 乘以 I3。那等号右边就应该是沿着回路方向所有电源上的电压升，现在这个独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 U， 那我们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压源，它的电压升是 U。 那好，现在三个方程也出现了4个未知数，除了3个回路电流，还出现了一个增设的变量 U， 也就是独立电流源两端的电压。所以接下来我们还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方程。那这个新的方程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独立电流源的元件特性还没有用到，也就是说这条支路上面的电流始终是应该等于 IS 的。
而现在这条支路上面的电流，我们用回路电流可以怎么表示出来呢？应该是 IS 等于 I1 减去 I3，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4个方程解4个未知数，当然就可以把这个电路求解出来了。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呢？譬如说在我们的节点电压法里面，如果只含有一个独立电压源的时候，我们可以巧妙的选择参考节点来减少方程的个数。那在我们的回路电流法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更巧妙的办法呢？当然有，因为独立回路是可以任意选取的，它的个数是一定的。对于这样一个平面电路，我们刚才是选它的网孔作为一组独立回路，但是这样就导致流过这个电流源的回路电流有2个。如果我能够比较巧妙地选择这样一组独立回路，使得流过这个电流源的回路电流只有1个，那么这个回路电流不就可以立刻写出来了吗？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平面电路，我现在选择这样一组独立回路，这是回路1，这是回路2。但第3个回路呢，我不再经过这个独立电流源，而是走外面的大回路，这是3。好，大家看，现在流过这个独立电流源的回路电流就只有1个，就是 I1。那根据回路电流和支路电流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 I1 不就可以立刻写出来了吗？它就应该等于 IS。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一下子我有一个未知量就立刻解出来了。那对于回路2和回路3，由于它们不再经过这个独立电流源，所以方程的列写相对而言也就比较简单了。但是现在大家要注意啊，因为和刚才的独立回路的选取不一样，所以现在每一个回路的自电阻和互电阻和刚才都不完全一样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只需要解2个方程，关于 I2 和 I3 的方程。这显然比刚才增设变量的方法要简单一些，而且这种合适的选择独立回路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只含有1个独立源的电路，也可以适用于含有多个独立电流源的电路。因为只要你的独立回路选的合理，你就可以使得流过那个独立电流源的回路电流只有1个。